出门别只顾着看路，记得抬头看看天。当你漫步在滨海湾的璀璨夜景下，或者穿梭在牛车水熙熙攘攘的街头，你以为头顶嗡嗡飞过的是哪个摄影发烧友的航拍玩具？错，那极有可能是新加坡警队正在进行网格化巡视的警用无人机。此时此刻，一场无声的数字捕捞正在你的头顶上演。你的面部特征，你的步态频率，你随身携带的物品轮廓，甚至你所在的聚集人群密度、人流移动的矢量方向，正被高空的超高清变焦镜头实时捕捉。这些庞大的非结构化数据正在被转化为0和1的数字洪流，通过高带宽的加密专网，毫秒级传回几公里外的 AI 指挥中心。在那里，超级计算机正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特征比对和行为演算。当传统的地面巡逻警车还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天空中的执法者已经完成了对整个街区的立体扫描。这套被外媒称为终极天眼系统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逻辑和社会博弈？今天我们就来看透新加坡安保体系的终极进化。只要在新加坡生活过1年以上的朋友都知道，这里的治安神话很大程度上是靠巨量摄像头堆出来的。大家平时走在祖屋楼下，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穿过地铁站的长廊，走在天桥上，甚至是在路边扔个垃圾，是不是觉得监控探头已经多到习以为常，甚至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目前全岛已经部署了超过9万个警方摄像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POCAM 系统。9万个是什么概念？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这意味着每平方公里就有超过120个警方专属的高清探头在工作。而这还远远不是终点，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会疯狂飙升到20万个以上。到时候，新加坡将编织出一张全球最密集的地面监控网。但问题来了，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地眼，甚至连祖屋的楼梯拐角都拍得清清楚楚，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砸下重金往天上放无人机？这背后折射出的核心其实只有2个字：缺人。作为一个极度依赖外籍劳工，且本地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生育率屡创新低的国家，新加坡警察部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力枯竭危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新鲜血液去维持一张24小时无死角的高强度步巡网络，而且固定摄像头再多，也总有物理盲区和死角，比如茂密的树冠下方、复杂的建筑背面，或者突发的火灾现场。而无人机就是那个能跨越地形障碍、无视交通拥堵、指哪飞哪的移动天眼。在新加坡政府力推的智慧国蓝图下，用科技代替人力早就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的生存题。它是填补最后一块安防空白的必然产物，是把2维监控升级为3维立体的关键拼图。那么，这套系统到底有多硬核？它和我们在消费市场上买到的普通航拍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套系统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全自动化和超强的人工智能大脑。新加坡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并已经部分落地了一项硬核技术，叫做超视距飞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无人机平时就静静地趴在祖屋顶楼或者偏远工业区高楼顶部的自动化机库里，就像是蛰伏在钢铁丛林里的机械战鹰。一旦系统接到紧急报警，或者到了预设的网格化巡逻时间，机库的金属盖子会自动打开，无人机瞬间点火升空，按照云端下发的复杂3维路线自动巡逻。遇到强风会自动修正姿态，没电了或者遇到暴雨，它会自己寻找最近的机库飞回去降落充电。整个过程从起飞、执行任务到返航，全程根本不需要人工干预和飞手操作。不仅如此，这些挂载在高空的光电吊舱和超高清镜头，并不是简单的把视频传回指挥中心让警察用肉眼看，而是直接接入了强大的 AI 视频分析系统。他们不仅在录像，更在实时思考和判断。再加上军用级别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躲在东海岸公园树林里的犯罪分子也无处遁形，在热成像屏幕上就像灯泡一样明亮。传统的监控网络，不管多密集，本质上都是事后取证的工具，等事情发生了再去翻看录像。而这套 AI 网格系统要做的是事前阻断，在犯罪或者危险发生的前1秒就把警报拉响。在这个网格化 AI 驱动的立体系统面前，传统的城市死角正在被彻底抹平。
但硬币总有两面，极致的监控网络必然会触碰到另一根极其敏感的社会神经。技术永远只是没有温度的工具，真正决定它走向和边界的是背后的社会规则和法律框架。当带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无人机每天在你头顶盘旋时，一个无法回避也极其尖锐的硬核法律问题出现了：我们的隐私到底谁来保护？谁有权利看这些数据？这些数据会被保存多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新加坡虽然拥有极其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令来约束商业企业，如果你乱发广告或者泄露客户信息，会被罚到倾家荡产。但是政府机构在执行公务、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时，是享有极其广泛的豁免权的。也就是说，警察部队用无人机收集到的面部数据、行踪轨迹，甚至是你在阳台上的举动，只要是出于安保目的，在法律层面上完全合规。为什么这种天眼系统如果放在欧美国家，绝对会被游行示威抗议到系统瘫痪，甚至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暴，但在新加坡却能畅通无阻地推进？因为这触及了新加坡社会最核心也最心照不宣的心理契约，那就是极致的实用主义。这里的居民早就习惯了用一部分个人隐私去兑换全球顶级的安全感和生活便利，这是一种极其理性的等价交换。但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是，当安全感被推向极致，当老大哥的视线从街角延伸到了半空中，甚至穿透了夜晚的黑暗，我们离那个毫无遮挡、完全透明的楚门的世界到底还有多远？权力的边界一旦扩张，还能轻易收回吗？新加坡的无人机巡逻网络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本地科技实验，它是全球智慧城市走向终局的一次提前预演。新加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学和科技实验室，它今天跑通的数据模型和治理逻辑，明天就可能被复制推广，出现在你所在的城市上空。科技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赋予了城市管理者上帝视角，换来了让人安心的极低犯罪率和极高的社会运转效率。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正无可挽回地步入一个高度让渡隐私的科技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不仅有天上飞的无人机，未来还会有地上跑的机器狗巡警，甚至无处不在的物联网传感器。人类的一言一行都将成为庞大算法里的一个数据节点。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绝对安全、没有犯罪，但同时也毫无隐私可言的玻璃罐里，享受被全方位保护的安逸，还是宁愿承担一点不可预知的风险，面对偶尔的混乱，也要死死守住那条不被盯着的底线，保留生而为人的绝对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个科技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哲学拷问。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最想探讨的核心。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硬核深度的内容。我是你们的技术翻译官，我们下期视频再见。